嘿呦，各位，欢迎回来到了游戏频道，我是麦克。那想说呢，这个合力扶正剂的神尾跟铁牙都玩的差不多了，然后我想说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不错的房子盖法，或许可以给各位一点 ideas 啊。那这边呢，我觉得最棒的是这个摩天大楼型的盖法，那这是我目前觉得最紧凑、最有效率的盖法。那因为这个游戏呢，其实讲求的就是以最小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价值。那重点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延展性还不错，就是之后如果还需要扩建的话呢，都没有问题。首先呢，我们就先用这个铁牙来做展示好了。那这边呢，各位可以先抓一个10×12的一个略微长方形的空间，然后利用铁牙的这个大型棚屋3×3的大型棚屋呢，以对称式的方式上下各盖2个。然后旁边预留2格的空间，那这个呢，各位要向下延伸，继续盖3个啊、4个都可以。那最少呢就是2个，因为这个的重点呢，我们是会向上盖啦。然后中间呢，我们就用道路这样连接起来。然后接着就重点来了，这边呢，其实中间的这个4格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不会连接到这个门口嘛。那我们就用这个中间的这个空白的4格呢，做这个向上延伸的这个动作。我们就利用这个楼梯搭配平台向上盖。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我们就成功了来到了第2层。那这边我们就继续。那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啦，各位可以多利用这个快捷键 B 复制，因为做这个摩天大楼呢，其实动作比较繁琐，你会需要一直的重复的一些动作，所以用快捷键 B 呢可以稍微快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往上盖的这个平台呢，其实都只需要双重平台，所以各位就不需要再记说什么还要用1啊，或者是三重平台这样子，就是反正都用双重平台来盖就可以了。好的，各位，那这边呢，我们的这个摩天大楼呢就盖好了。你看，非常的方正，而且重点是呢，它上方的这个平台呢，之后还可以挪作他用。各位看，各位要盖些什么装饰品啊，或者是纪念碑等等的都可以。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两旁的这个2×3的这个空格呢，刚刚我不是说可以留下来吗？那这边就可以盖这个旅馆路站。让你的摩天大楼呢变成带电梯的摩天大楼。那这边的这个2格呢，其实也是不必要的。这边呢，我们就将它拆除。那我刚刚只是为了方便，直接把它拉好拉满了。那这边呢，各位就可以搭配这个旅馆路，还有这个垂直旅馆路呢，向上。然后这边再盖个旅馆路站。好啦，那我们这边我们的这个带电梯的摩天大厦呢就盖好了。然后侧边一样，如果各位想要讲求对称的话呢，这边也可以盖一个这个旅馆路站。旁边这个平台也是一样可以拆掉的。好啦，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呢？我们的这个双重电梯的摩天大厦就完成了，有没有看起来非常的对称？看起来就是舒服啊。那这边还没有完哦，各位，这边呢旁边因为我说这一格呢其实是没必要的，所以各位一样可以善用这个旁边的空间，利用这个悬挑平台呢继续往上盖这个合理的
休闲场所。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我这边盖一个，然后再将这个空间延伸出来，然后搭配这个平台把它补满。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就多了一个这个空间出来？那这边呢，各位就可以，看各位要盖什么啦，就可以盖那个合理。像我这边就盖个这个锻炼广场，刚刚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刚刚好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个道路呢，再这样拉出来，然后旁边的2格，各位才可以再搭配个这个装饰，像说这个椅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同样的，这边呢，各位就可以继续的以此概念呢继续向上延伸。那重点是呢，这边还没有完哦，因为这个3×3的这个概念呢，同样可以应用在这个仓储上面。那这个大型的这个仓库呢，一样也是3×3。那各位就了解了，其实就可以背对背的在后方呢，一样用此概念呢，在盖这个仓储。那各位这边就是我刚刚那个摩天大楼的完成体啦。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前方呢就是盖这个大型棚屋，然后后方呢就紧邻着盖这个大型仓库。那因为这2个物件呢都是很完美的3×3。然后再来呢，因为我想说有多的空间，然后这个水培花园以及这个大型工业材料堆呢，也是刚好完美的3×3，所以我就紧邻的盖在旁边。那我这个水培花园呢，就直接这样子，利用这个平台呢，沿着这样子螺旋的方式呢，一样盖上来。然后这个仓库呢，一样也是3×3这样子一路盖上来。然后上方呢就有很好的一个很大面积的空间呢，盖自己想要盖的这个装饰品或者是纪念碑。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将这个合理集中，然后吃到所有这个装饰品及纪念碑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延伸出来的空间呢，又可以就是盖就是合理的这些休闲的建筑，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非常的有效率的利用这个所有的空间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目前呢这个摩天大楼的盖法呢，大概是我觉得最紧凑、最有效率以及可以发挥这个土地最高价值的一个摩天大楼的这个盖法。那各位这边省委的话呢，同样可以依照刚刚的那个逻辑呢来盖这个木屋。那这边呢比较特别的是说，因为省委它的木屋呢有高1格，所以这边我们在盖的时候呢，一样就是旁边一样预留2格的空间，然后起始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先利用旁边的这个空格来盖这个楼梯啊架高。然后这边连上它的这个3重木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一样利用中间的这个4格呢，用螺旋交错的方式呢向上盖。好啦，各位，那这边我们省委的摩天大楼就完成了。那我这边就大概盖个6层，就是示意一下啦，其实可以继续往上延伸这样子。那这边省委的这个电梯的部分呢，就比较麻烦，因为它是滑索站。那滑索站的话呢，它有个特性，就是它必须得用立字形的方式向上延伸，而且因为它的坡度没有办法太陡。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可能就要想办法利用这个悬挑平台。刚刚我示范的就是说它多出来的那个额外的空间，利用这个滑索站呢搭配这个滑索梁木，然后向上延伸这样子。那这边就是我们这个省委的摩天大楼的完成体。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它滑索的特性啊，所以只能搭配这个滑索梁木，以立字形的方式呢向上延伸，做这个电梯的这个效果。那这边呢，同样的，各位可以就是有这个额外多出来的平台，然后做一些就是合理的这个休闲的建筑，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后方呢，因为这个大型仓库同样也是3×3的这个格式，所以接着就同样的就是依照刚刚铁牙的这个盖的方式呢，一样画葫芦的向上盖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最有效率、最紧凑，然后可以将土地呢效益最大化的这个摩天大楼的盖法。那这边就是分享给大家，那这边就这样，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